楚楚来了，楚楚来了，头。七哥，头，快，楚楚来了，楚楚来了。七哥，七哥，头，在吗？七哥，在吗？头。站住！楚楚，好久不见啊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太惊喜了！哈哈，怎么来临安来了？我一路行侠仗义，游山玩水，不知不觉就到临安了。也可能冥冥之中感应到你需要我了吧？果然，一见到龙蛋就听说你身受重伤。我看看伤哪儿了？松手！楚楚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姑娘啊！当姑娘该如何？当姑娘就要讲究那套男女有别的迂腐道理，就要女大当嫁不中留。我猜到了，你定是被催着成婚夺过来的。这脚在我身上，我想走便走，这就叫天地任我行。太行了！哎，江姑娘，楚楚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住在隔壁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于思卫。你说七哥，他就在里面，我带你进去。你们是旧识？何止是旧识，我爹也在军中，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就连习武的老师傅都是同一个呢。只不过后来七哥成立了赤羽旗，去了新的营地，我们这才分开。也难怪我没见过他，还真是个直肠子。于七一直隐瞒着赤羽旗的身份，他倒爽快，一口气全交代了。江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七哥的？因为公事。那我带你进去。好，走。七哥，江姑娘来看你了。哎呦，于思卫，江姑娘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就不起来给你请安了。千万不要起来。我看于思卫的身体状态，这余毒应该还要再清上几日的。但还是得尽快去都城司报道了，要不然甄大人就真以为我是在装病，没事就贪图江姑娘送的佳肴。定是要再好好休养几日的。阿蛮，今日给于大人炖了鸽子汤。江姑娘，她这边无碍的，不需要人照顾。我说七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你还让我去？不要你照顾，我可以。楚楚，你会在临安待多久啊？本来没打算待多久，但这不是遇到了七哥跟龙蛋，就打算多停留一阵子。七哥，你不会嫌我烦吧？不嫌。如此便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常在一块玩了。好。哎，楚楚，你去看看龙丹给我买的药没到啊？给我吧。哦，那就麻烦江姑娘了。不会。来，于大人，我自己试试。自己能行吗？可以的。我来吧。有劳江姑娘了。你本来就是因为我受了伤，我来照顾你也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样也好让我将功补过。对了，于大人明日想吃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就行。
母亲，进来。听说一会儿侯爷会来。明月，你有听说长兴侯府的事儿吗？当然听说了，侯府一下子挖出10几具尸体，这么骇人听闻的消息，不消一刻，临安城的大街小巷全都传遍了。记者，母亲，这长兴侯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，他儿子这副德行，当初还想向您求娶我呢。明月，本宫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要对长兴侯尊重些。当年南吴侵犯，是他和你父亲一同带兵守国，不止对江山社稷有功，对本宫也算是有恩。那母亲，你打算如何救治曹兴玉啊？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母亲以长公主之尊亲自出面，都城司还敢不放人？死的都是一些身份卑微的女子，给他们家人一些重金安抚，不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？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多聪明啊！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日后啊，得让你舅舅帮你找一个全世上最好的男儿。本宫呢，还得先考考，通过考验啊，我才能放心。你心最好了。侯爷求见。侯爷，殿下，此宝物名为金枝玉叶，树枝用赤金打造，花朵用的是羊脂白玉，树叶用的是上等翡翠。这是老臣费尽心力从陵南求得，特献给殿下。深夜前来，是为了你的儿子吧？殿下果然明察秋毫。都城司那个甄衡，还有新上任的司卫于七，胆大妄为，目中无人，根本不把老臣放在眼里。他们随意编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就把我儿打入大狱，还要判他死罪。殿下，你要为老臣做主啊！这罪名是你编的还是真的？殿下，老臣所言句句属实，老臣不敢编呐。殿下，您也知道，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！你让本宫帮你，却不说实话，那让本宫如何帮你啊？我头儿，手怎么样了？头儿，好了，快看看这个！我们搜长兴侯府时啊，不仅在那暗格里边搜到了鞭子，还搜到了这个东西。我已经问过池姑娘，曹兴玉管这种药叫做神仙油，那是每一次施暴之前，定是先来上他个一粒。这种打开，这种药，别提有多好了。这他怎么吃下去的呀？你快去问问大夫去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顽疾呀？我已经问过了，他这个药，它这是说呀，吞吞吐吐的。壮阳药。
重点是里边的原材料是一种叫边藤的植物，这种植物是只有南巫才有的。那个大夫说，这个植物也是之前大周和南巫还有通商的时候他才有见过，如今早就已经成禁物了。看来这曹星宇那不止杀人这一条罪，正说没有线索呢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。于大人，甄大人，主备，你快去看一看吧。疾风卫是个什么职务？直接听命于陛下。哦，探查民情，监察百官，权力高过我们都城司。今天来的这位啊，就是指挥使韩然。厉害！哎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，侯爷，长公主殿下令我转告您，都城司一事他已知晓，请您放心。长公主殿下说，您是国之良将，殿下帮您就是在帮大周。殿下还说，此事过后，令公子在临安就留不得了。转告长公主殿下，我那逆子定会让他走得远远的，今生都不会再踏足临安。本使今日前来，是跟你们都城司讨要一个人。谁？长兴侯世子曹兴玉。此人乃是我都城司的重犯，此案尚未审结，恕难从命。巧了，不是吗？这曹兴玉与我疾风卫追查多年的一桩案子也有关，而且是通敌南巫的要案。韩大人，可有文书啊？寥寥几句，语焉不详，恐难服众啊。于四卫这刚刚走马上任，怕是不知啊。我疾风卫办的案子乃朝廷密案，案情相关，无可奉告。好了，本使事多，劳请将那曹兴玉速提来，交与本使。曹兴玉身负10几条人命官司，罪恶滔天。我都城司尚未结案，你一句无可奉告，便要将人提走，那恕我们无法配合。你疾风卫奉的是皇命，我都城司审的也是重案，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。人既是我们先抓的，案也该由我们先审。池姑娘在这儿很安全，你放心。下午疾风卫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谢谢啊。嗨，这件事情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还有奸细啊。池姑娘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好，那我去看看他。过来。下午这个事儿吧，是阿蛮他韩然的文书拿了吗？您歇着，我来。啊，我别歇着呀。对了，池姑娘，你家里人那边需要先送个信过去吗？不必了，我没有亲人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是哥嫂收留了我，但他们却将我卖去了青楼。四姑娘可知，他们根本不顾念亲情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利益。我刚在郊外安顿下来，我哥嫂得知我的事，连夜便赶来了。
我以为他们是愧疚、心疼，结果我真是个傻子，怎会对他们还有期待？你们说什么？要我嫁给曹星玉那个畜生做妾？妹妹呀，你如今这般情况，还能许什么人家呀？那可是长兴侯府，他们送来的聘礼呀，堆了整整1院子。我当初啊，嫁给你兄长时都没这么风光过。你进了侯府，谁还敢再嚼舌根说你不清白？哥哥嫂嫂都是为你考虑，为我考虑。父母临终之前，将我托付于你。你把我卖到青楼后，还嫌那火坑不够深，如今是又要加一把柴火。哥哥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呀，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里，哥也是想你过得好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把我卖入青楼那日起，我其实就已经没有家人了。石姑娘，你明明已经脱险，还愿意为了救其他人继续犯险，有你这等胆量还有心性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是你教的我，江姑娘，你不求回报救我性命，我定依你所言，见他人有难，也会出手相助。你放心，有于四卫还有甄大人在，这个案子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多谢江姑娘。曹星玉，你是打算就这么一直装哑巴呀？你还是睁眼看看吧。这个东西是从你的书房搜到的，是叫神仙油吧？什么神仙油啊？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。那就不是你用的了，这难道是你爹用的？你闭嘴！我不说，不是。老头这么大岁数还用这个，真是语气。好，不提。我们说点别的啊。这个配方是从南屋来的吧？我是真没想到你侯府有一天也会勾结南屋，通敌叛国呀！玉琪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污蔑我们侯府。你说从我书房找到的，我还说你嫁祸我呢。好，你是这个反应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信你。给他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大牢里消息闭塞也很正常。刚才疾风卫来过了，要以勾结南屋的罪名将你逼走。曹星玉杀人埋尸，实乃受南屋人控制。南屋？根据我疾风卫多年的调查，南屋人已派细作潜入临安城，成立了夜莺门，专门接近我朝高官，刺探情报，并伺机策反。长兴侯乃当朝第1大将，在军中权位甚高，并又护卫皇城。他们屡屡试探，毫无进展，这才把目标放在了妻子曹星玉身上，用药物加以控制，迫其杀人。这药物都能控制曹星玉，为何不直接控制他爹呀？这个就是南屋人的反间计，他们要的就是长兴侯与陛下君臣离心。怎呢？我疾风卫要抓的人，难道你们还想强扣下不成？今日这曹星玉
们是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，不交敢硬抢啊！你不怕我到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？告啊！赶紧出门去告。你今日要是能带来陛下的手谕，人带走，否则免谈。3日，只有3日。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气力才把你给保住。你应该知道，他们要是拿到了这样的证物，你是什么下场？你想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样，是你想怎样交代。药是从哪儿来的？圣女出，南无兴。师兄，深夜急召，是否出了什么事？长兴侯的案子这2日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听说还查出了南屋的线索。侯府是你负责看着的，怎么回事？师兄，是这样，那曹兴玉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本想利用这点。让他为我们夜莺门所用，成为临安的一枚新棋子。没想到此人愚蠢至极，在接连虐杀了10几名女子之后，竟将尸体藏在自家院子里。不过师兄放心，此人是以杀害之罪入狱，与南屋无关。可我安插在疾风卫的耳目说，韩然以通敌南屋之罪，要提走曹兴玉。想必是那长兴侯为了救子巧立的名目罢了，并无任何实际证据。师兄，桑琪做事你是了解的，绝不会留下半点蛛丝马迹。我夜莺门潜伏在临安10年，才有了如今的暗网和隐匿藏身之所。如今圣女暂无音讯，大周也还未倾覆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，所以每一步都有分。是。所以神仙游之事，你是有信心在我发现之前就解决干净？师兄息怒，实在是事发突然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取走侯府的神仙油，便被都城司派人搜了去。最近小心行事，免得被波及。是。师兄，不如我将那曹兴玉直接灭了口，以绝后患。不必，曹兴玉已成废子，不必再浪费一步棋。你记住，做的越多，错的越多。是。下去吧。曹兴玉之案，都城司会怎么做？放了，还是杀了？又有好戏看了。那依你之见，此案究竟与夜莺门有无关系？夜莺门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们一定是在等。这场戏我们要如何收场？曹兴玉罪证确凿，放了他，10几名女子的冤魂无法沉冤昭雪，都城司从此再无威信可言。斩了他，长兴侯痛失独子，难免会对朝廷心存怨恨，生出异心。
所以无论我们怎么选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而无害。好毒的计策呀！如今我们真是进退两难了。那甄大人要如何抉择呀？圣人有云：“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矣。”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此谓为大治。所以，听从本心，遵循法度，是为此难题之正解。江姑娘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难道我们就要眼看着那个恶人逍遥法外吗？难道我的女儿就要死得不明不白吗？九娘子，你先别急，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有些冒险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一下。于四卫，我见临安城中的武将少有你这般睿智明理，却又能言善辩之辈，你定是读过不少书吧？敢问师从何人？缘何习武，却未从文呢？我的事情说来话长，眼下还是先研究好这个案件要如何审理吧。就算是我们秉公审理，3日结案，他们到时候再来提人，我们也不得不交。曹兴玉到了他们的手里，到时候再来一个翻供，找一个南屋细作来顶罪，这个案子审了也是白审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？找陛下亲审。请陛下亲审。眼下正处闹市，您可千万不要入门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如何是好？等一下。哎，停！陛下，家主，去买一份兵引来。此次微服出访本就没带多少随行夫人，只派了都城司暗中巡视。我都嫌多余，别废话了，快去买。是。来一份。哎，好。您拿好。老爷，起轿。陛下，民妇冤枉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。拖下去！陛下，慢着！这位女子，你继续说。陛下，民妇实在是别无选择。只能冒死来告御状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，还我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。为什么不报官？都城司不管吗？那凶手位高权重，只手遮天，枉死的不止我女儿一个，还有10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娘。都城司这才把她抓了起来，案件还未结，便有人来周旋。怕是过不了几日，便会把人给放了。何人如此猖狂？长兴侯府世子曹兴玉。老臣未曾料到我儿之事又起波澜，给您添忧了。殿下，您位高权重，金口玉言，还望您能再帮衬一二。若能渡过此难关，
老臣定以长公主殿下马首是瞻。你莫得寸进尺。本宫先前被你蒙蔽，有意相帮，已是仁至义尽。奈何你儿罪恶滔天，大抵这便是他的命数。侯爷，你该认命的时候，就得认。命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恕老臣无礼，你现如今才想与老臣撇清干系，恐怕晚了点吧。如若你好心办了坏事，也是殿下您的命啊。你既不知好歹，也罢，呈给侯爷看看。你的好儿子拿着大周的情报，和南巫夜鹰门换取神仙油，以供享乐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儿再是荒唐，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，这定是污蔑。无妨，类似这样的戏，吉风卫还有很多。是不是误会？看了便知。殿下，老臣该死，还望殿下恕罪，请殿下明示，老臣该怎么做？这就是一场闹剧，该结束了。我儿虽是逆子，那也是我唯一的儿啊，殿下。若只是10几个小娘子，最多也就世子一条命。可这通敌叛国，侯府上上下下一个都不能留。孰轻孰重，还需多言。这宝物既是你从岭南专程带来的，本宫不能夺人所爱，观赏几日，是时候拿回侯府。金枝玉叶，好一个金枝玉叶！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父亲，父亲，陛下，陛下，罪在臣妇。陛下面前休得胡言！曹勇，子不教父之过。这孩子从小到大，但凡做的不如他父亲满意，就会遭到一顿毒打。臣妇懦弱无能，一时未能阻止。孩子走到今天，我们夫妻俩罪孽深重。放肆！你闭嘴！不准你打我母亲！陛下，全因我们教子无方，孩子才步入歧途。望陛下给他留一条性命吧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若朕对世子网开一面，那法度何在？杀人偿命，臣妇来时服了毒，只愿此命超度亡魂。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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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
传陛下口谕：长兴侯世子曹兴玉强抢民女，虐待发妻，草菅人命，罪无可恕，秋后问斩。长兴侯曹勇教子无方，念其戎马之功，保留爵位，但一试而终，择日指导施行。哼，你倒自觉。臣知错。他告御状怎么告得这么准啊？是如何在街上这许多轿子中认得出朕的？臣不该利用都城司职务之便，令陛下不得不审长兴侯世子。朕今日这一审，令长兴侯痛失世子，又没了夫人。你知道长兴侯是谁呀？微臣知道。于情，您与长兴侯一同守国，出生入死，于朝堂之上，乃是股肱之臣。今日陛下之举，令长兴侯寒了心，日后怕是再难令他为国效力。可是陛下，微臣也别无他法。您说是十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本就该绳之以法的国之重臣的儿子重要呢？微臣见识短浅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你的意思是，朕不明是非，分不清十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曹勇的儿子重要？正是因为陛下分得清，所以此时才会如此痛心。回到景明23年以来，巧娘与姬崇义结亲，曹兴玉进了大狱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既然如此，哥哥、姐姐，还有爹的命数，我也定能想法子改变。于四卫，你怎么没有入宫啊？哎呀，听个结果便是了嘛。有点口渴了，来找江姑娘讨口水喝。小二，上杯茶。客官，您慢用。众望所归，那些无辜惨死的女子们，终于可以瞑目了。她的母亲为了赎罪，当场自杀。这母亲真可怜，为了儿子，居然自枪谢罪。可怜吗？他的儿子在府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儿媳妇整日被殴打，他一个做主母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看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管如何，这天底下的母亲，终归都是最爱孩子的。曹兴玉的母亲如此，我那精明算计的二婶也是如此。你在都城司这许多年，朕对你十分了解。想方设法为十几条人命伸冤，你做得出；可这种告御状的方法，你想不出。你莫告诉朕，这是那妇人想出来的法子。说吧，是谁？大胆说，朕不会惩罚你。陛下，我有一位好友，每当我案件想不清楚之时，我便会去与他商讨。他明辨是非，又常常出其不意。此次，是他帮臣想出的这法子。你说的此人可在朝中任职啊？正是都城司新上任的司卫，于七。于七？天下之大，自然也有那不爱子的母亲。于大人是在说自己的母亲吗？我怕是没有这个机会。逝者已矣，大人节哀。你误会了。我是说，我从小就被抛弃了，他也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，所以在我的心里就没有这号人。那后来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去找过他吗？或许当年他是有难言之隐。哎，我还真没找过他。难言之隐。当年有一个算命的，说我是不祥命，会给家里带来灾祸。
他怕受牵累失了宠，然后就想了一个法子，让我的父亲把我送给林安的，就这样。过去，他不愿多谈身世，我只知他不受亲族待见，被发配驻守边疆。没想到，他竟然与我有相似的命运，一出生就背负不祥的罪名。但那算命的会不会是个骗子？就为了求名图财，才妄下断语？骗子又如何？现在追究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说到底啊，做决定终究还是父母。你说没有意义，但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如果弱者被这天下人往头上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自己不去探究，也不去反抗，那岂不是成全了这些恶人的谎言，成为了他们的帮凶啊？换作是你的话，要是你被诬陷了，你会追究下去吗？如果我被诬陷了，那我一定要让诬陷者付出代价。于大人，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一个都城司，两个让朕头疼的。不过侯府埋尸，是谁报的官？正是东平伯府的四姑娘，江四。曹星玉便是她二姐夫。哦，那日江家二姑娘邀请江家几个姐妹去侯府游玩，深夜这四姑娘睡不着，便去了花园，正巧撞见家仆正在埋尸，便向我都城司提供了线报。再后来，这曹星玉恶人先告状，污蔑他夫人唆使家仆杀人，江四便站出来做了证。江家四姑娘也不简单啊，敢得罪长兴侯府，胆子一个比一个大，都不是等闲之辈啊。多谢陛下夸奖。殿下，疾风卫曾经出面提了曹星玉以及通敌南巫的由头，幸好这次陛下没有提及，这事儿也算是躲过去了吧。我这皇兄心思深沉，自个儿的事儿藏在心里，反倒会出大事。陛下，臣已将长兴侯府与神仙游以及南巫的相关文书都扣了下来。收起来吧，休要再提。陛下明知其中有鬼，却暂且搁置了，为何用意啊？南巫细作无孔不入，渗透之深，触目惊心，难免使计构陷我大周公国，不得不防啊。太子到，儿臣给父皇请罪。齐王到，儿臣给父皇请罪。大皇子、三皇子到，五皇子到，六皇子、八皇子到。儿臣给父皇请罪。深夜入宫，罪从何来啊？父皇，儿臣往日虽与长兴侯氏，不是案犯曹星玉打过几次照面，但交情着实不深。他杀人之事，儿臣确实不知情。父皇，虽长兴侯一直与儿臣不和，但临安都多少年没发生过如此恶劣的杀人案。父皇亲审曹星玉，临安百姓无不称道，父皇圣明。父皇圣明。原来都是为曹星玉的案子来的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朕就想问你们认为
朕平时对你们是不是太过严厉了？啊？太子，你说。哦，父皇，您对儿臣严厉，也是为了儿臣好，为了江山社稷。所以你认为朕严厉？哦，不严，真的不严。看把你吓的。齐王，你说。回父皇，吾等身为皇子，想万民供奉，自当严于律己，岂能可知兴替？行，停。答非所问。朕育有8子6女，又政务繁忙，对你们中多数人，朕没有太多精力教导。当然，太子作为储君，朕要求自然严格一些。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心里话，今夜可畅所欲言，绝不可憋在心中。人一憋久了，心里难免失志，就会想些歪门邪道来排解。你们懂吗？儿臣谨遵圣命。还是少了一个人呢。陛下，今儿风大，先回寝殿休息吧。陛下明鉴，臣妾和张儿是无辜的，您不能因为小气就连累了我们母子。大臣们都说，是他给大周带来了灾难，我就把他送走。吕皇城、吕大周都冤枉。小七是你10月怀胎生的，你舍得吗？不舍得又能怎么样？谁让他生来就是命带不祥之人呢？老七还在襁褓的时候就被送去了南疆，那里战乱纷纷。他又无父母在身边，一个人不知长成什么样了。这小子真是混。崔旭每次巡视的时候，朕都派他去探视，次次老去都避而不见，他肯定是心里记恨朕呐。陛下，您若是思念七皇子，干脆召他回临安。自他出生时起的南吴之乱，至今尚未平复。这几年，夜莺门在大周又隐隐成燎原之势。他现在回来，免不了又成了众矢之的。可陛下，七皇子继承了您的英勇善战，率领赤羽旗赢了多少胜仗？这些难道不足以证明七皇子并非与国不利之人呢？还不是时候。朕要好好想一想。头，看什么呢？你去查查司天监。您不是一直不愿意查当年的事儿吗？我改主意了。我想知道当年是谁诬陷的我。石姑娘，这条街就是最热闹的了。是啊，哎，你看这家店铺，江姑娘，这家店都很多年了，非常有名。前面有家小吃也是。石姑娘，你看这个铺子位置如何呀？这里周边店铺林立，在这儿开家店一定不愁客源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以后我能把这铺子经营起来，也少不了人手来帮忙。石姑娘，我看你机敏又伶俐，以后你能否过来帮我啊？
江姑娘，你已经救我于水火之中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如今你又盛情相邀，我不能再欠你了。那今后你作何打算？我打算回老家，在乡下开一间学堂，教那些读不起书的女子识字明理，教她们不要像从前的我一样糊涂，最好像江姑娘你一样，心中有天地，眼中存大义。过奖了，池姑娘，过去的苦难都结束了，今后每一日都会是新的开始。多谢江姑娘，保重。路上小心啊！四姑娘，保重，多保重。走吧。记住，自救者天助之，自弃者天弃之。父亲，妹妹回来了。哥哥，父亲，这是在做什么？晾晒书画？我听你哥哥说你要买间铺子。父亲，这都是您多年的收藏，怎么舍得就这样当掉呢？这铺子我可以自己想办法的。哎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你能有什么办法啊？爹，我是这样想的，这个铺子我可以先租下来，那样花不了多少钱，然后我再用一些我娘留给我的嫁妆，这样就够了。等以后生意好起来，我再计划把它买下来。不租，直接买。这女儿想做生意，当爹的给买间铺子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娘给你的嫁妆留好了，手里头有钱，便有底气啊。再说了，爹这些字画都是年轻的时候看别的公子哥买，我跟着买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早就不喜欢了。你哥哥那些更是华而不实，刚买回来那几天还新鲜，然后就扔到书房里头，几年都不看。你看这都落了多少灰了？就是，没买之前呢，都觉得是奇珍异宝，买回来之后呢，不过如此嘛。哎，妹妹，你就当帮哥哥一个忙。你是不知道，我那个书房都快进不去人了。哥哥，爹，行了，快来帮忙。你哥哥笨手笨脚的，万一给弄坏了，卖不上价去了。爹，您就那么相信我能把这铺子开好啊？那当然了呀！你别忘了，你外祖是陵水首富啊，你这会做生意，是血脉里头继承下来的天赋啊！爹，那我只会吃喝玩乐，那我这血脉是不是继承了您呢？到边儿去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是我捡回来的啊！还有这种事儿？哼！我说怎么对我这么坏？哎，对了，四儿，你要做生意这事儿，千万不能让你祖母知道。你祖母跟绝大多数临安人一样，瞧不起这经商之人，更不会允许这伯父嫡女去做生意，知道吗？啊？女儿明白了。哎。爹，您看这个云香草真的很管用，这些书一整年了，一点都没有被虫蚁啃咬过的痕迹，好好的。我女儿懂得可真多。对了，父亲，我倒是很少听您提起过关于司天剑的事情，看您也很少跟旧日的同僚来往，
自你娘走后，我无心为官，便辞去了司天监的差事。我一直都觉得能夜观天象真的很神秘，可知气象，还能补凶吉。这研究天文地理的确是奇妙无穷，只是这司天监里不光有天文地理，更多的是那些拜高踩低之辈和无可奈何之事啊。爹，您还记着我小时候您总逼我练的字帖吗？啊，你看，还有一本《漏网之鱼》。这字帖我记得呀，我当时是买回一本丢一本，买回一本丢一本，奇怪的很啊！啊，都被我偷偷扔掉了。我还帮你扔了不少呢。我就说你这字儿写的跟狗爬的一样。这本不能卖，拿回去练去。不要，先卖这本。阿吉，快快先把这字帖卖了！这本不能卖，你要是给我卖了，我罚你1个月不能出门。不许卖！你给我站住！姑娘，还是没有人愿意来咱们商铺帮忙。一听要做商妇，临安城的女子都不愿来。这马上要开业了，人手还缺，怎么办呀？楚楚姑娘，楚楚，我听江战说你正在找人。那我给你带了个人来。江姑娘好，柔儿贺喜江姑娘新铺开业。柔儿姑娘好，楚楚，你可是解了我燃眉之急了。你放心，柔儿保证靠得住。她是我老家的人，曾经还是胭脂铺的老板娘呢。好，您这次大破长兴侯府案，还得了新上助力，好些官员都想来巴结咱们呢。这个中书后省的赵大人请您，没空。是于兄，哎，江兄，好巧啊！这是发财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！我妹妹开了个香铺，后日开业，我给她买了贺礼。开了个香铺啊，正好碰上你了，想着一会儿去给你送请柬呢。后日一定要来捧场啊！抱歉，那个后日我们可能没空。有空，调个时间不就有空了吗？去，一定去。那就好。陆生香，这名字起得不错呀。董大，董大啊！怎么了，头？我放哪儿了？什么放哪儿了？我让你拿的东西，你给我放哪儿了？没让我拿东西，拿什么了？我铜镜呢？你给我放哪儿去了？咱们没有铜镜啊，这。你许可力给我借一个，快去！我还。铜镜来了！哎呀，文板，这。头，你穿成这样，要去见江姑娘，如何？如此风神俊朗，定是会让江姑娘眼前一亮的。我们一直都是如此嘛。哦，对。鸣锣开市，良辰新业，开市大吉，开运致福，以敬兆新，心志澄明，做事诚信，严以律己。40幽香，一路生香，放葫芦，空福禄。新业兴旺。哎，你看那几个公子，一会儿就跳啊！于兄，可以啊，今天穿的风度翩翩的。甄大人，多谢捧场，多谢。甄大人不是说了，为官一日都不可懈怠，就是休沐也得办公啊。是啊，可是昨日江姑娘专程上门给我送了趟帖子，
你说这样的好事，我肯定要来吧？哎，多谢多谢，是吗？怎么，于四卫是没收到江姑娘的帖子吗？我自然是收到了帖子，我才来的事儿啊。他还没来得及送，我们就在路上就遇见了，也省他专程去那跑一趟了。原来如此，那真是巧了。哦，你不是说是江战叫我？江姑娘，准备揭幕吧。来看看吧，多谢大家来捧场啊！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大家里面去看看。来，这是你的啊，谢谢。大家可以往里面看看，走走走，妹妹，往里面看看。妹妹，请进，请进。祝你生意兴隆。请进。谢谢哥哥。江姑娘，恭祝开业大吉。谢谢甄大人。江姑娘。日进斗金，多谢于四卫。今日陆生乡开业，感谢各位赏脸莅临。铺内特备红票100张，铺内货品可半价购买。真好看啊！凡今日购满20两者，可赠香鸭1只。各位里面请。太好了，走。江四，这是我的贺礼。楚楚，今天开业真是辛苦你了。还有贺礼呢，这是我亲手雕刻的，是护身符，很灵验的。好可爱的小马，小马，江战，你做的？没想到你还有这心灵手巧的一面。还还我，这是我给我妹妹忙着呢，我替她藏着怎么？还给我。姑娘，您可真厉害，光每个月的香露味道就足够让大家好奇了。这才是个开始呢，等之后咱们陆续推出那些限量的香露，那才是关键。阿喜、龙大，你们快来帮忙！来了。诸位，阿蛮慢点儿。江姑娘有情有义，又有勇有谋，独当一面开了这么大一间香铺，甄某实在是佩服。甄大人过誉了。江姑娘，这劳烦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何香？这些呀是男子香露，男子香露我就把鲜花替换成了薄荷、杉木，还有乌木、沉香，这些都是文人雅士特别喜欢的，也很适合2位大人。不简单，真是不简单呀！江姑娘蕙质兰心，想出如此好办法。我给2位大人先介绍一下吧。这一款名为秋林染，它是由柑橘、乌木、琥珀等香料调和而成，香味特别的宽厚，如谦谦君子，超然不羁，很适合于大人。于大人，这瓶香露送给您了。哎，多谢姑娘，我这一介习武之人，没有这用香的习惯，别浪费了。那我再介绍一瓶吧。这一瓶呢是以乌木、沉香、佛手、白芷等香料调和，香气特别的沉静，能让人心如明镜，名叫枕舒眠。甄大人，这一瓶很适合您，把它送给您。多谢江姑娘。枕舒眠，这个名字起得真好，看来江姑娘很是了解我呀。我看看，哎呦，这名字确实是好。我之前虽然没有这个习惯，但是听姑娘这么一讲了，我不妨都试试。太好了，你呀你！姑娘，那边的香都卖完了，我要再去拿一点。全都卖完了？好，那你就快拿。好。你闻闻，是不是有一种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风从你耳边呼呼刮过的感觉？这么多香，你记得住名吗？此香名为赴江湖，潇潇洒洒，快意恩仇。对，那听起来很适合我呀。我觉得这个更适合你。这叫什么？此香名为暖阳，很适合你啊。我是暖阳。
四儿，四儿，爹，您来啦。开业第一天，累不累呀？啊，看样子是生意不错，这嘴笑的都合不拢啊！爹，您又取笑我？看看爹给你带什么来了啊？什么呀？奶糕，还有春茶，还是爹最懂我。春茶配奶糕，临安一绝。嗯，好香啊！四儿啊，爹之前对你关心不够，现在还要靠你一个人扛起这个家，难为你了。爹，现在女儿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喜欢的，女儿开心着呢。爹知道，咱们家四儿最能干了。那是。啊，对了，爹之前有几句话想叮嘱你，见你太忙，就一直没说出口。爹，您说。你二姐的事，你怎么看呀？二姐遇人不淑，运气是差了些。我们不能左右自己的运气，但是我们在遇到不幸的事情之后，至少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万一遇到对你不好的人，不要去管会对婆家或是娘家造成什么影响，立刻给我回家。知道了，爹。只是女儿暂时还不想说亲呢。不想嫁就不嫁，爹也不是催你，人这一辈子啊，确实不能稀里糊涂的嫁去。你说，碰到一个大心眼里欢喜的人多不容易呀！爹也希望我的女儿能碰到这么一个人。当然了，这个人也得如此这般心悦我女儿，要不然我可不同意。女儿现在什么都不求，觉得现在能跟爹还有我哥哥过着这样安稳的日子，是最幸福的。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强。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快坐下。谢谢母亲，还是您的手艺好呀。恒儿，你说你这有上顿没下顿的，娘看着你最近又瘦了许多。娘，今日这案件增多，等过些时日忙完这一阵就好了。娘的意思是啊，你也该找个人督促你按时吃饭了。不用，你看我，现在每天这么多公务，我自己的时间都不够用呢。待嫁女子名录，我发现您现在收集情报的能力，可快赶上我们都城司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娘在兵人馆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既然娘花了大价钱，那儿子稍后一定仔细拜读。我才不信你现在就看。你要是看上哪家姑娘，剩下的事儿全是娘的。柔儿，来啊，好，喝杯茶，歇会儿。姑娘喝杯茶。楚楚，快来。今天忙坏了吧？多喝点茶。这茶可香啊。我们这个是茉莉花茶。今天怎么样？江四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香可真厉害。这儿啊，每一款香都能让我身临其境，就像到了不同的地方。我把脑中的画面跟顾客们一说，他们就都欢喜的买下了。陆生香。从前怎么没见你用这些东西啊？啊，那个，近日临安城不是新开了个香铺吗？我去转了转，这店主说这款香可以提神醒脑，所以我就买回来试试。
枕舒眠，可提神醒脑。那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。说吧，这是买给谁的香炉？我给我自己买的呀。是哪家的姑娘？娘，没有哪家姑娘。我的儿子，我最了解。我还敢骗娘不成？你要不说，娘可生气了。好，是江四，就是东平伯府的四姑娘。我们之间只是认识，仅此而已。这陆生香，他是老板。是那将退婚闹得满城风雨的江四。陆生香。其他店铺啊，都是惯用俊俏的小娘子出面讨好揽客，咱们呢，既不讨好，也不谄媚，这样更能得到男客的尊重，他们也就更加信服你描绘出来的画面了。姑娘，可否与我介绍一些香？叔叔，我来，你歇会儿。不知夫人想要哪种香啊？送人的，我娘家的侄女儿，这些日子要来，我准备给她2份见面礼。年纪嘛，和姑娘差不多。那我来给您推荐一下，您可以先试试这款香。这款香名叫白芷香，把此香膏涂于腕间、耳后，随着体温，香味会在衣袂当中逐渐散开。果然清雅。姑娘，还有别的香味吗？啊，那您也可以试试这款。这款香膏以荔枝壳为核香，辅以多种果味。临安城每到这个时节，总是多。清新雅致，谢谢姑娘的推荐，这2款香我都要了。不再多看看吗？我以后还会来的。多谢夫人。夫人，夫人请留步。夫人，您的荷包忘拿了。哎呦，你看看我这个记性，谢谢啊，姑娘。应该的。姑娘真是人美心又善呐。夫人过奖了。七哥，你在这儿干嘛？怎么不进去啊？甄夫人为什么来了？甄大人的母亲。哦，是她呀！我就说她看起来好像十分喜欢江四的样子。旁人推荐的香，她看都不看。江四一开口，她就听得可认真了。感觉她今天不像是来买香的，反倒是专程来看江四的。七哥，你说他该不会是来物色媳妇儿的吧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那夫人您慢走啊，欢迎下次再来。哎，于大人。啊，江姑娘也在啊。于大人怎么在这儿？是要去办案吗？不是，我路过给妹妹带了点吃的。这不，你快洗干净再吃。我这洗过的呀。好好洗洗。哎，哎，太不讲究了。于大人，习武之人也用秋林染啊？习武之人喜欢秋天。现在是夏天。于大人，您等一下。今日我本来要专程去趟府上的，过2日是我祖母的寿辰，
我代表东平伯府欢迎您来府上参加祖母的寿宴，多谢于大人之前种种帮助。好，一定到场。哎，等等。 夫人坐。多谢夫君。两位喝点什么？老板，天气太热，来碗凉茶吧。好嘞。哎，等等，他体寒，喝不了凉的，要是有花茶更好了。夫人喜欢。得嘞。瞧你热的，不用总是迁就我。喂。 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夫君辛苦了。你难得回一趟娘家，辛苦什么呀？因为夫人的平安喜乐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茶来喽！多谢老板。二麻药。 对了，明天就是你祖母大寿了，到时见到你大姐，多跟她聊聊天儿，问问她最近过得怎么样了。好的，爹，我也很想大姐。对你大姐，我着实是亏欠许多。她刚出生那会儿，我还年轻，满心满眼都是你娘，难分出更多的心思在她身上。 你大姐从小到大就体贴能干，从没让我多操半点心思。不过还好，她嫁得好。你这个大姐夫啊，性子好，对她也好。爷，你放心吧，姐姐人那么好，她一定能过得好。行了，我走了。爷慢走。哎。 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恒儿，娘给你带了件新衣裳。这是为何呀？听闻今日东平伯府的江老夫人寿辰，你同我一起去拜访，祝贺一下。是吗？恒儿的眼光实在是好，那江家的四姑娘，娘也喜欢。哎，娘，你是何时了解她的？ 行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试衣裳吧，快点儿！姑娘，您急着去正厅做什么？今日祖母寿宴，母亲又忙着张罗，我定要好好表现一番，这样母亲才不会因为二姐姐的事情继续恼了我，上心还能继续给我谈婚事。还是姑娘脑子转得快，是吧？嗯，快走些。好。哎呦，姑娘小心啊！ 姑娘，没事吧？啊，您是甄大人吧？正是在下。这位姑娘真是标致。我们是来给江老夫人祝寿的。祖母此刻应该在后院呢。啊，江家姑娘，江姑娘真是人美心善。甄夫人过誉了。甄大人，我能否为您带路？ 那就劳烦姑娘了。这边请。大姐怎么还不来呀？不会是姐夫不让来吧？都多长时间没见着大姐了？今天是祖母的寿辰，姐姐于情于理也应该来，朱家没有理由阻止的。是啊。陵水离临安路途遥远，咱们就再耐心等一会儿吧。嗯。 妹妹，二弟，
姐姐。是姐姐。姐姐。姐姐。四儿。姐姐，能再次见到大姐，真好。你受委屈了。上次碰到你退婚那么大的事儿，姐姐都没能回来陪你，都是姐姐不好。你心里不会怨姐姐吧？没事的，姐姐。我就是好想你啊，姐姐也想你，总担心你过得不好。不过这次回来，看你气色不错，姐姐就放心了。你们姐妹感情真好，一儿在家总念着你们。这次回临安参加祖母寿宴，她提前半个月就准备礼物什么的。老夫人，今日听闻东平伯府大喜，虽未受老夫人亲邀，但是心怀敬慕，特意备了份薄礼以表心意。祝老夫人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谢谢。本来啊，这个寿宴我就是想找个由头，让一家人坐在一起啊，聚一聚。没想到您和甄大人会来，这真是意外之喜哦。甄大人，我真想找个机会，要好好的谢谢你。东平伯府前一段时间诸事不顺，多亏了有都城司的帮扶啊。老夫人，您真是客气了。除暴安良乃是我都城司的职责所在，我也只不过是秉公断案。甄大人心里有公道，是我们临安百姓的福气啊！多谢老夫人夸奖，晚辈不敢当。我刚才进府的时候啊，这府里上上下下热热闹闹，人丁兴旺，真让人羡慕。我呀，到了这把岁数，儿孙满堂就是个福嘛。是啊，是啊，这姑娘们个个知书达理，气度不凡，尤其是那四姑娘。何出此言呢？前些时日，长兴侯府发生了那样的事情，真是骇人听闻。四姑娘既能险中求生，又能把姐姐一并救回。哎呀，要说这二姑娘，也真是个可怜人，居然摊上这种事情。母亲，这还是老夫人教子有方，才会有这么聪明勇敢的孙女儿。是啊是啊，我这个做婶婶的也是十分感谢四姑娘呢。若是没有她，我倩儿现在还不知道生活在什么水深火热之中呢。哎呀，女儿不是已经回来了吗？有女儿在身边，你也算享福了。那倒也是，倩儿有我呢，也算是有个依靠，不像四姑娘从小就没了娘。没了娘？对呀，她一出生娘就死了，他们都说她是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这没了娘的教导，还能长成这么好的姑娘。这东平伯府啊，真是钟灵毓秀。这么好的姑娘，这安国公府居然给退了婚，真是没眼光。老夫人，不知后来四姑娘是否另觅良婿了？还不曾，毕竟啊，如今好男子难寻，能有几个像甄大人那样如此优秀的？老夫人过誉了。今日老夫人寿宴，我家姑娘特意准备了上好的珠宝钗环，送给五姑娘打扮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姑娘说了，长兴侯府给的东西是会触眉头的，她可不敢留。狗眼看人低。我们姑娘以前是世子夫人的时候，侯府送的东西，五姑娘哪次不是上赶着领走啊？如今倒好，哎，你说对了，此一时彼一时。长兴侯世子判了斩决，二姑娘呢和离回了娘家，已成弃妇，也不怪。谁让二姑娘如此狠毒，竟将自家姐妹像那狼卧虎穴中也。
这么说来，多亏了四姑娘。若不是四姑娘，我们家姑娘可能也遭遇不测了。你个贱婢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敢在这编排主子！二夫人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的女儿即便和离归家，她也是这个府上最尊贵的姑娘。二夫人，奴婢知道错了，二夫人，您饶了奴婢吧，二夫人。嬷嬷，把她关进柴房，饿她3日，让她知道这个府上谁说了算。奴婢吧。江佩呢？3日没见她。不向我请安，不孝嫡母，半个月不许他出门，静思己过。老夫人，奴婢瞧着这甄家在临安，好像也没什么根基。你懂什么？勋贵之家与勋贵之家是不同的。有些门第高贵，在朝中又有非凡的影响力，这样的人家，人人向往。但如我们东平伯府这样远离朝廷，只是按时领俸禄的，远远不如一个在朝中握有实权的官员来的风光。甄衡，甄衡啊，那可是都城司的通判，他不仅实权在握，而且还是金上跟前的红人。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啊。那听您这么说，这四姑娘可真是有福之人。你说，她母亲刚把她生下来不久就离开人世了，她父亲又丢了官位，我们世袭爵位3代而斩。哎呀，你说说，往年的寿宴那是何等的风光体面啊，哪是如今能比的呀？祖母。您有事唤我，四儿，来祖母身边坐着。四儿啊，甄大人母子啊，今天来伯府贺寿。你也知道，前一段时日咱们伯府诸事不利，多亏了甄大人的照拂。今日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甄夫人呐，听懂了吗？孙女听懂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颜色也太艳了，戴在头上。我说你呀，头上那个簪子太素了，祖母在给你挑呢。这一只，这一只可是祖母嫁到伯府的时候戴着。喜庆，祖母，我收着。多谢祖母。阿福啊，叫管事的多买一些衣料来。四儿，你多挑几匹好看的布，做几身喜欢的衣裳。还有，你这个首饰啊，得新打了。珍宝阁，去珍宝阁逛逛。那儿有好看的，多买一些回来，记在伯府的账上。谢过祖母。倩儿，倩儿，这孩子，哎，又喝这么多酒。倩儿。哎呦，倩儿啊，不能再喝酒了。母亲，您回来了。您瞧瞧，这放弃书是真的吧？这曹星玉真的与我再无关系了吧？他再也不会打我了吧？孩子呀，这几日这放弃书你是拿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这白纸黑字上写的清楚啊。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这该死的短命鬼，秋后就问斩。太好了，母亲，酒，给我酒，让我再喝几杯，快活快活。倩儿，别喝了。你这个孩子，难道想一辈子泡在这酒里自毁前程吗？你为了一个日日打你的禽兽，这值得吗？前程
我一个和离妇，这家里上上下下都看不起我，还有什么前程？和离妇又怎么了？我朝佳惠皇后，不是也被休回过娘家，后来入主中宫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倩儿，母亲知道你身上疼，心里苦，可是咱不能因为错嫁了一次，就失去了斗志。只要咱们一起好好筹谋，未来还是可以柳暗花明的。啊，到时候我倩儿还是咱们东平伯府最让祖母骄傲的孙女儿。母亲，是真的吗？母亲向你保证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来，起来。只要我倩儿听话，不再饮那么多的酒，将来呀，你一定比那江四过得还好。江四，母亲，你是不是对他有成见？这次若不是他，只怕我还脱不了身。他这几日还常来看我。他这个人啊，心眼比那落井下石的江佩好多了。凭什么进我族啊？祖母的寿宴我也去不成了。姨娘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今日祖母的寿宴，我还想让母亲将我跟甄大人牵线呢。佩儿，二姑娘好心将那些珠宝钗环、绫罗绸缎给你，姨娘同你讲了，收下便是，哪怕不穿，为何要退回去？明明是那些东西晦气，好歹我还送还回去，没把火烧就不错。你这性子不改改，会吃亏的。二夫人说到底只是你的嫡母，你得罪了二姑娘，她怎么会给你好果子吃？江佩那小蹄子，是大处不算小处打转的蠢货，那点小心思，全摆在脸上，生怕别人看不出来。但是江四就不同了，他心机深沉，表面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谁知道他有这般本事啊？退婚、告官、劝你和离，哪件事情是那江佩能干得出来的？二姐姐说她总是睡不好，我想着制一款安眠香给她试试。二夫人和二姑娘对您如此，您偏对她好。二姐姐也是个身不由己的可怜人。阿蛮，这人啊，不能总把过去的事情放在心上，那样就只能活在过去，还怎么往前看？可不管怎么说，他也算是帮了我。哼，帮你？我看他是在坐收渔翁之利吧。如今你遇了难，咱们院儿凄风楚雨，人家大房院里那可是欢声笑语。你还不知道，借着你这事儿，他已经搭上了都城司的甄衡。什么？你还年轻，有些事情你不懂，但是你要记着，咱们两房此起彼伏。若是让那江四得了势，就以他那手段，母亲也很难对付啊。母亲别担心，甄衡应该不足为惧。我听闻他是出了名的不近人情，临安城中的王孙贵胄都被他得罪了个遍，仕途堪忧，是已年过25，都尚未娶亲。这都是表面现象，我都打听过了。甄衡在文官中素有清誉，他是陛下钦点来的都城司，表面上陛下对他不待见，实际是要历练提拔他，未来他是能进中书、成宰辅的料。哎呀，若是让这个江四成了宰相夫人，那咱二房以后还有什么活路啊？
行，也想个法子，绝对不能让她嫁给甄浩。相思也看上甄大人了啊！我虽然不是你的亲母，但是你也喊我一声母亲，倩儿算是指望不上了。本想寄望于你，可惜了。母亲，你倒是帮我想想法子呀！母亲，之前全是佩儿的错，你怎么罚佩儿都行，你帮佩儿想想办法吧，好不好？母亲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母亲。办法呢，也不是没有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用啊？下去吧。甄夫人，您请坐。甄大人，江姑娘，介绍一下，这是家母。四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四姐姐何时与甄夫人见过？啊，我侄女儿啊，马上要来，我准备给她2份见面礼。见过甄夫人。母亲，你与江姑娘，只是我们的良缘。哇，这办得太热闹，我们家人多。二叔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都城司的于四卫，我的好兄弟。哦，原来是战儿兄弟，欢迎。走。这个甄大人，天天的净往妹妹身边凑，太没分寸，看着就生气。是。你生什么气？替你生气，我的好兄弟。借着寿宴，我在这儿跟大家借一杯酒，同喜同乐，家和人顺，百福俱真，干杯！母亲，咱们府上啊，四丫头擅长香道，今天是您的寿宴，何不让她焚香祝寿啊？好啊，好。有四姑娘在呀，以后咱们的家宴就再也不用请4司6局的人了。祖母今日寿辰，孙女以香为礼，愿缭绕清香，为祖母还有诸位带来愉悦。这药叫8步醉，无色无味，却能叫人酩酊大醉。
姜四要是当着众人面烂醉，不知会做什么不雅之举，那他和甄大人还能有什么可能啊？佩儿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母亲为你拼命筹谋，你可得把握住。此香甚妙啊！姑娘们、孩子们都过来吧！来来来，大家都来闻闻香，快！真是难得的奇妙香啊！来，哎，姑娘们闻呐，来来。我妹妹弄的香，真香。行了，孩子们，回去坐吧，回去坐吧。哎呀，此香妙也，妙也。四姑娘呢？哎，姜四呢？于四卫也不见了，难道四姐姐和于四卫私奔了？赶紧闭上你的嘴！甄夫人、甄大人，请多包涵。战儿，这于四卫不是你兄弟吗？人呢？找去！哎，这奇了个大怪了！走，我也去找找。当家的，哎，赶紧去找找四姑娘是不是身体不适？哎，是。李妈妈，仔细去搜，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。你们两个去那边找。是。你们两个去这边。是。见着四姑娘了吗？没看见。见到四姑娘了吗？妹妹，哎，看着我妹妹了吗？回来公子没看到。哎，你看着我妹妹了吗？没看到。去找。妹妹，夫人，后院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。你们两个去把海棠居给我钉死了。你们两个仔细给我搜。是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大姐你那边呢？去那边看看。奇了怪了，这上上下下都没有。走。夫君，别走啊！夫君，你别走啊！江姑娘，你叫我什么？夫君，你不是说想我了吗？快坐下。江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夫君，你不是说想我了吗？你快过来呀！好，小点声，我坐下。夫君，你怎么不抱着我呢？我都想你了。夫君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要跟我一起在大周安家吗？在大周安家，你喜欢大周啊？当然喜欢了。我生在大周，长在大周，怎么能不喜欢呢？但我更喜欢是跟你生活在一起啊。江姑娘真的不好。夫君，
夫君，都怪我。我们即便在一起，是不是也不会有好结果呀？是不是早晚都会分开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夫君，你们说的都是什么什么呀？好热，好热啊！哎，将军，将军，夫君，你不想我吗？夫君，你过来呀！夫君。于四卫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我救人了。我怎么头这么晕啊？那有人给你下药中毒了呗？中毒？谁给我下毒了？那得问你自己了。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的？你搂着我？不搂着你怎么能过得来呢？当着家里所有人的面啊！是众目睽睽。那我回去怎么跟他们解释啊？这下可说不清了。那我也不好解释啊。我还真想到一个办法，一了百了。什么办法？嫁给我。四儿，我想娶你，我想娶你为妻，一辈子都跟你不分开。我在乎的人，一个个都死于非命，我怕我会连累你。那你就更得嫁给我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不祥之人，今后我们两个可以互相连累。要是恨相逢太晚，如果我能早一点出现，就可以替你挡去所有的灾祸。今后，我想同你一起面对世事无常，你信我吗？我不信命，但我信你。四儿，嫁给我。哎呀，母亲，府里上上下下都找遍了，没看见四姑娘的影子，那于司卫也没找见。这四姐姐和于司卫，不会真的一起到府外去了吧？啊，不会吧？这若真的在一起，传出去可怎么办呀？四姐姐刚被安国公府退了婚，现下又在这种场合闹出丑闻，够了！你姐姐还没找到，你这当妹妹的还有闲情说风凉话？我也只是担心啊，这一时找不到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。佩儿闭嘴！不要当着甄夫人一家的面丢人现眼。坐下。老夫人，甄某倒是觉得此事有些蹊跷。若是需要我都城司相助，您吩咐便是。这是家务事，不烦劳甄大人。谢谢您的善意。国府内宅确实需要好好整顿整顿了。采莲去，月没春江水。醉点红袖水中
情和恋自在一下，迎起风声归路长，归路长拿得久，可会穿良药手。谢谢四姑娘的孝心。祖母，清廉多子，多子即多福。愿我们东平伯府子孙昌盛，生生不息。愿祖母年年岁岁都能享子孙之福，长寿安康，福寿绵绵。方才，祖母，方才我离席也是乡艺表演的一部分。正所谓荷塘月色水中流，采莲献寿城乡归。好。头儿，刚刚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烟花也太突然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以后不用盯着他。啊？头不是你让我盯着的吗？不是，这怎么突然就不盯着了？他身上有图腾，而且还画了那一副南江山水，这怎么说不查就不查了？累了，需要。头儿，我就最后一个问题，这姜四到底是不是圣女？别废话，照办。哦。这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出门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现在是这样啊？你告诉我，姜四是不是圣女？是不是圣女？到底是查是不查？查是不查？查是不查？姑娘，姑娘，啊，阿门，怎么了？床铺好了，该休息了。好。他到底中没中我的迷药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妹妹既然来了，怎么急着看一眼就要走？不许走！我这不是来关心一下四姐姐吗？看看昨夜给我下的药解了没有？四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那我就仔细给你说说。姜四，你疯了吗？我是你妹妹。妹妹，你给我下药陷害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是你姐姐吗？小心！姑娘，你看，果然是你。下的什么药？我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的。二姐姐当时帮曹兴玉引你入长兴侯府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有这般胆量啊？你怎么没拿剪刀抵着他脖子呀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扯到旁人身上，
他那是因为身处绝境，迫不得已，为了自保而已，并非主动害人。但你呢？有人逼你给我下药吗？你处心积虑要在众人面前毁我。江佩，你的恶尤甚于二姐姐。你懂什么呀？你凭什么说我不如江倩？我要是同你们一样都是嫡女出身，我还用药去争，试试算计吗？江倩，她从小就踩在我的头上，从不正眼瞧我。她想要什么，母亲恨不得双手奉上到她面前。而我呢，我做小伏低，日日都在母亲面前伺候，到如今我连亲都没一成。你也一样。你也是高子上的长房嫡女，和这个家里所有人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瞧不起我这个出身低微的庶女。对，我就是瞧不起你，但这跟你的出身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因为你的品行实在是恶劣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你仗势欺人，为难过我多少次，你还数得过来吗？长兴侯府一事之后，我还以为你能痛改前非，可如今看来，你根本就是变本加厉，还想让旁人瞧得起你。你当旁人是眼瞎心盲吗？是母亲，不是二夫人，是她给我的药。她跟我说，只要你当众出丑，甄夫人就绝对不会再让你做媳妇，这样我便有机会了。五妹妹，坏跟蠢，两样你都占全了。什么？于思薇也不见了？这孙女真的不知道啊！你的那套采莲献寿的说辞，骗骗别人也就罢了。昨个晚上我就没有当众戳穿你，今儿你还要顺杆爬。祖母，对不起，我确实瞒了您。昨夜我突然腹痛难忍，实在来不及知会一声，就赶紧回了趟海棠居。胡说！昨晚我派人守在海棠居，没有看到你的影子。二婶，您这是何意啊？您派人堵着门，是盼着我回去，还是不想让我回去啊？哎呦，你这孩子怎么肆意揣测别人的好心呢？我是关心你，你不见了，于思薇也不见了，我担心于思薇她对于思薇要真想对我做什么，还专拣着大庭广众之下吗？二婶与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不如好好留神管好这个家。这和我管家有何关系啊？我昨夜突发腹痛，我怀疑是被人下了药。这不可能，母亲，您是知道的，我管家向来严谨，罕有疏漏，谁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下药？这绝对不可能。哎呀，昨天晚上甄大人不是也说了一番话吗？你们都还记着吗？此间之事定有蹊跷。那一定是四丫头，她顺着甄大人的话，在这信口雌黄。二婶儿啊，甄大人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妹妹不在。二弟妹，此间之事定有……不是你们一家人到底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怎么全都指向于我了呀？这不是在说你四妹妹为什么凭空消失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要不咱报官吧，请甄大人一查便知。哎，整顿内宅，无需报官。就是啊，你四妹妹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，报什么官啊？母亲说的是，以后咱们家的姑娘，离于思薇这样的武将远点儿。这二丫头的事儿，难道还不长教训吗？祖母，那您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。那曹新玉作恶，就代表全天下的武将都是恶人了。要没有武将守疆土，哪来咱们安宁日子可过呀？母亲，你听听，这是一个大姑娘家家该说的话吗？你还真是牙尖嘴利呀！难道你真的和他有什么瓜葛吗？祖母，当然没有。没有？没有就罢了。行吧，坐到这儿也谈了半天了，我累了，散了。母亲，我来扶您。夫人，他晕过去了，快扶他起来！母亲，扶他起来，赶快起来！来，母亲。
个死鬼！多长时间都没来我你干什么呢？大叔，我保证出去，这是恶地让他把衣服穿上，二爷，你不要喜欢我打你了。二爷，把衣服脱了。二爷，长官拦着呢。二爷，别跑呀，来我房间快回来！这真是疯了，不知羞耻啊！成何体统啊！老二，你给我记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出这个宅院。是。这怎么了？怎么就疯了呢？祖母，会不会是有人下药了？下药了？下药？你母亲刚才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我们宅院没有下药之事。对，二婶管家甚严，断不会出这样的差池的。老二媳妇儿，看来是不能管这个家了。你们一个个都给我好好想想，这个家该由谁来打理？祖母，于情于理，都应该由二姐姐接替二婶的。满脸丧气，不想输出，不想。祖母，我觉得四妹妹最为合适。母亲，这四姑娘年纪轻轻。那就这样吧。